说真的，你想要我们垃圾老四，你就直接说嘛，没必要搞那些花里胡哨的操作去折磨我们。众所周知，自从今年年中各大存储厂商纷纷宣布停产第4颗粒后 ，DDR4 的价格就一路疯涨，跟他妈被捅了屁股一样，直接起飞了。就拿金百达英爵举例，8G×2的套条直接从他妈180元一路飙升到了如今的250元起，16G×2的版本则更为夸张，一路从299顶到了他妈最高500元，跟他妈精神病人一样。你要知道，人家32G 的 DDR5 最便宜的也才470，你自己说你是不是屁儿痒？因此，在如今，哪怕你卷叠卷一个基本操不动屏的杂牌 D432G 套条也要270，你自己说这个连个 logo 都没有的牌子，什么火星飞行那他妈是个什么东西？这不他妈纯纯外星人吗？但是大家也不用慌，加乐今天将无私的贡献出我的无敌内存购买秘籍，教你们用最低的价格挑出最强的内存条，基本可以无视这个涨价热潮，让你即使是开一个2手烂踏板，也能成为垃圾佬球迷上的最速传说。实力淘金！现在加乐要教大家如何用55元买到一根8G 容量的海力士 CJR 三星 B 代颗粒的无敌超兵王 DDR4 内存条，这个嘛，其实还得看某鱼捡一手。而在此之前，大家需要了解到，很多年前有一款中低端入门级内存条叫做海盗船复仇者，它背后有很深的水盒故事。这个东西嘛，当年的出货量是庞大，连经销商回收都是一捆一捆的搬，以至于无数小伙伴们的老电脑内可能都有它。硬要形容，这就跟机箱内随机附赠的这把红色螺丝刀一样，你可能没用过的一定见过。正因如此，它也有巨多的假货，可以说你随便买3根都有概率买到1根假的，绝对是把人当蛤蟆屁被整，一不小心掉坑里就会被卖家当成傻逼了。我当年就上过这个哈蛋哦，给年幼的我造成了不小的冲击，这就导致它在2G市场上一直都是狗都嫌弃的存在，折合下来最高才60元8G。同时它的低端定位也决定了旗下90%的型号都是垃圾型的，但这并不妨碍其中有个别性价比非常高的型号，2666的条子到手就能往他妈4千频率超。当然视频末尾我也会教大家如何辨别真假，假货这个问题也不必太担心。而现在我就要发表我的演讲，教大家一个必杀技了，这个很干货，注意认真听。其实这种玩意儿，它屁股上的标签贴纸就能直接把它开盒了，身份证都给你查出来。是的，就是这个 VR 后面的版本号，大家只需要关注这个就行了。99%的用户都不知道，这串数字其实就代表了它的颗粒用料。在这里面，你甚至能看到三星 B 代和海力士 CJR、DJR 等超频专用的型号，覆盖率很广。你能看到的海盗船 DDR4 基本都能在这里找到，这个准确率不说100%吧，至少90%也是有的。而正因为知道这个技巧的人不多，有些不错颗粒的海盗船 DDR4 复仇者也会被卖家当成普通条子在卖，55元一根8G 容量，基本上是达到了 DDR4 2手内存条的价格下限。要学就赶紧学，要抢就赶紧抢，不然我怕这期视频做完之后，各位同学跟他妈蝗虫过境一样，这些扫荡咸鱼一口汤都不给后面的人留下。不给你多逼逼，我先来实操一下。点开闲鱼，搜索海盗船 DDR4 复仇者，然后标定价格锚定在90到120元，这样搜出来的基本都是16G 容量的双装套条。然后一个个的点开拍摄图片，细看后面的标签内容，主要是锚定你想要的颗粒编号。就比如我就会特别关注4.21的三星 B 代和5.32的海力士 CJR。就这么花了个10几分钟，我还真就捞着了不少好货。比如119元的16G 双装套海力士 CJR 版本，折合下来8G 容量仅需59元，实际拆解如图，正经的海力士 CJR 颗粒。我操，看来这个图片是真的呀。又或者54元一根的三星 C 代颗粒单条内存，虽然超频潜力一般，但这个价格也确实是无敌了。这其中我还找到了三星 B 代的颗粒版本，价格也差不多维持在这个区间。我就问你，这里还有得说吗？当然，如果你想要32G 大容量双通道的话，也不必慌张，一样的办法，我也找了一根120元16G 的8.31序号新南亚颗粒，据我拆解验证，也确实是这个型号。看网上的同学所说，新版本的它超频能力可以算是无限接近第一梯队，这个价格比某鱼买杂牌内存条都还便宜了接近50%，我就问你如何评价？同时，杂牌小厂可能下个月就跑路了，别说质保，你他妈连店铺都找不到。因此，在价格更低、性价比更高的前提下，我宁愿选择大厂淘汰下来的二手货，也不愿意买所谓的带质保的杂牌。因此，这次加了一共入手的这些型号，个人比较推荐5.32的海力士 CJR 版本、4.21的三星 B 代版本，以及4.32的三星 C 代版本和8.31的新南亚 B 代。他们的 PCB 在正常情况下都是单面设计的 A2 布线，8层 PCB 中规中矩，不强不弱，在低价内存里也算是可以的了。而关于内存布线设计 A1、A2 等 PCB 的区别，加了在之前的 DIY DDR4 内存条里早已讲过，因此不再赘述。当然，接下来的操作风险很大，很容易翻车，同学们请勿轻易模仿。但是我要给大家泼盆冷水啊！令人感到惋惜和痛苦的事情也是存在的。虽然颗粒这么挑没差，但是同样的版本号，高端海盗船上的用料肯定更好。毕竟哪怕是同样的三星 B 代，也有特调和编
较料的区别。在 B 站上早有同学实测，部分海盗船复仇者中低端产品上的三星 B 带性能和常规版本差了也不只是108000里，比了那么多，也该加了 C 测试一下他们的性能了。测试平台这里我用了 i5-1360K 加华硕 ROG 水血 Z790-A D4主板，为了视频快点做出来，这里加了就不一一摸体质了。我统一在 BIOS 内设定了一个记忆分屏3800主频1.45伏电压 C18时序，以及并没有填写的小参设定，不过测的我们的降频，能过的就加频，大致看下结果就好。反正能跑通这套3800 C18参数的内存，就当它超频能力不错，还算可以用，有一定的潜力。而跑不通的嘛，那就是垃圾，给我们拉起了提鞋都不配，你个废物，又废了。同时也别说这个1.45伏的电压太大很害怕哈，不必担心内存条会损坏，其实这个电压它就跟吃代餐一样。那只是肯定有同学会看呆了，那它烧坏了怎么办呢？没事儿，如果真的打门不小心烧坏了，那就把它电死，变成电死小子。不开玩笑，其实大部分 DDR4 极限电压在 1.55 伏以内都没啥问题，不用慌张。不信你看这兄弟不就是 1.57 伏加压海力士 C 加到1400频率吗？此次加了入手的内存条以及最终测试性能如图所示，右侧就是简单调整后的超频成绩，很权威啊，都是闲鱼随机买的。可以说基本上我们特地挑了颗粒的内存条都能通过3800 C18的测试，就没低过这个参数的，甚至个别还能无损拉个100到200兆赫兹上去，并且大家的价格也都维持在55元8G这个区间。当然这些家伙我都没去继续压榨性能，简单来说就是随便一拉几分钟测完。其中让我比较惊喜的是这个 4.32 编号的三星 C 带，无论是单调还是套调，在三星吃高压 1.5 伏的基础上都能 C 到4000频率，这很不错咯。而刚好我手头又有 SPD 信息修改器，你说这我不得给它插上去，然后把它的产品信息改成4000 C18，名字改成加了5碟内存条 G2G8，这样你鲁达斯等软件一检测啊，直接就是出厂4000以上的频率了。只有我在挂闲鱼上多卖你100块，那不就是5碟了嘛？当然只是开个玩笑哈。要知道所有测试家里都特地跑满了 TM777 校验并确认过测，稳定性方面是不必多说的，肯定是能正经这么 C 着用的。同时从 ITA64的内存效能上来看也是没啥毛病，甚至从读取和延迟上来看，大家都还是非常优秀的水准，这完全没得挑。这里补充一点，因为卖家原因，只有单根内存条的我们也只能做单通道测试了。不过大家放心，单通道也就这么一根，因为大家肯定都知道一个基本常识，不同颗粒和批次的内存条一起混用会受到体质最差的那根影响，导致2根内存条都无法 C 上去频率，哪怕你是高端内存，也会因为不同的电压模式差异导致性能都不如原来的情况发生。反正最差的那根就纯他妈害人心了，会大幅度降低双方战斗力。因此在双通道的情况下，玩家们才会更加倾向于选择同一批次的连号套条，尽量去消解误差。于是这里在同颗粒批次只能买到1根的情况下，我只测了单通道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嘛。而关于不同内存条之间的效能，我也一一放给同学们看看，不然怕大家说我张嘴就来嘛。总体来说也是大差不差 ，CCR 顶到接近4000的频率，可以来说是简单秒杀。蓝牙8.31的超频体质也不算太拉，成绩挺漂亮的，就连我不抱期望的这个单根4.32的三星 C 带都能轻松过关。甚至我为了公平性，考虑到单通道比双通道更好超频，还给它拉到了4000频率，可谓是没有一点毛病。而这其中问题比较大的其实这个三星 B 带，在超频能力上只能做到3600兆赫兹附近，同时效能也是一塌糊涂，完全不对劲儿。这他妈80拉秒的延迟，已经可谓是完全不做人了。要知道这次我们买的定位比它更低端的 4.32 的 C 带套条，在同样时序小参的情况下，可都是能直接顶到4000频率并且过测的呀。而且人家的延迟也才50几，这他妈才叫正常性能。出问题的这组三星 B 带在台风软件里，它确实是识别的三星颗粒，同时据我的拆解查验，细节方面也确实没毛病，不是假条或者第三方适应。生产日期为2017年的第31周，买的就是老二手条子嘛，这也很合理。但是离谱的事情就出现了，这个8G 的单条竟然是双面颗粒设计，我操了，他妈怪不得找不懂。其颗粒编码为 K4A8G165WB-BCRC， 这可不是啥常见型号。具体我也去翻了翻三星官方的规格文书，确实是有这么一号人物，定位是专业电脑和个人 PC， 参数显示它也确实是 B 带没差。这海盗船的 4.21 编码正经没骗我，但他妈从三星的官方规格文档来看 ，RC 版本的后缀其实也不是啥特别牛逼的性能。我日你仙人哦！海盗船没骗我，这确实是 B 带，三星也没乱搞，这还真是 RC 后缀的官方型号。但是这他妈双面颗粒的三星 B 带，最终性能也就只能跑到个3600 C18，就有点骚逼了吧？这个效能还拉得不谈，我觉得不如前面那个55元一根的三星 C 带的一根毛。而其他的，比如这个编号 5.32 的海力士 C 加也确实可以，它也是海盗船官方自己打标封装的型号，这个 HY 就代表着海力士。性能上，因为我捡了2套，哪怕是最差的一组，在不怎么调整电压的情况下，也能一把子把它拉到3900兆赫兹频率上去，并且能在前文的 C18时序微压小仓的情况下，做到60G每秒的读写和56拉秒的延迟。这个性能中规中矩，也确实能超上去，同时 TMF 也能过，挺稳定的。如果有时间再去 BIOS 内多调整些电压组合，大概率也是能秒杀4000大关。毕竟你要知道，虽然这里我 C 到了3900，但我甚至还是降到了1.35伏的电压，很保守。
因为我懒，真的就不去试了，真的好麻烦哦。不过它比较屌毛的是，在台风检测软件里显示的是海力士 MFR FACGR， 这他妈就很黑色幽默了。不过考虑到在颗粒评级里，海力士 MFR 一直都是最差的底层那一批，根本没啥可能塞到4000去，因此这大概率是台风检测软件自己的锅。毕竟你都能在这个软件里直接修改颗粒型号信息了，你看三星改完显示海力士，这个准不准我不评价。刚好 CY 老师也有一期视频讲过，台风把 CGR 识别成 MFR 的，哼，这很基操咯。总之，基本我可以下个结论，我花最极限、最低预算买的这些 DDR4，如果你只选择5.32版本的海力士 CDR， 在主板和 CPU 过得去的情况下，你塞到4000不进小3，大概率都没啥毛病，性能也都正常。当然，如果你买4.32的海力士 C 代，或者是8.31的新南亚也没问题。不过，如果你头铁就想试试低端条上搭载的4.31的 B 代的话，那还是算了吧。毕竟满血的好货肯定都供给给自家的中高端的嘛。因此，我推荐大家着重入手5.32版本的海力士 CGR 就行了，55元8G 无损超导事件频率，还是香的嘞。而说到了这里，我们就来聊聊关于海盗船 DDR4 真假辨别的问题。其实和加了之前做过的海盗船 DDR5 版本真假对比一样 ，DDR4 要看假货，也是直接侧面看就行了，往里看。这是因为在近几年的型号上，真货在导热垫方面是正儿八百用了灰色的导热垫片的，假货则是黑色的纯不导热保温双边胶。当然，多年前的早期型号的海盗船也有黑色导热胶版本的，也就是说黑色不一定是假的，但灰色就肯定是真的。从侧面往里看的对比样式还是很明显，相信不用我多说。这个你在买的时候叫卖家拍个照发给你，你就知道真假了。至于为什么不看标签，那是因为由于日期版本型号不同，海盗船自己的格式都经常变动，这还真没啥特别稳定的识别办法。另外就是拆解了，除了各个厂家的原片外，也有海盗船自行封装的版本。拿上述我们超频还算可以的三星 C 代举例，颗粒打标部分就不是上面 B 代那种三星原片了，而是海盗船的 logo 做了第三方封装。当然，他们也都是正品，前第二行的 SAC0 也能看出是三星的 C 代产存。同时在台风检测软件里也能识别出具体的 IC 型号 K4A8G085WC BCTD。另一根南亚颗粒也同理，按照标签内容 NAA 就能看出是南亚 A 代，19代表2019年生产，第26周的批次。这种方法大家也不必学习，毕竟鲜有人会放弃制表拆卸内存马甲，只为了看其中的颗粒，除了我这种无聊的人。但它的准确性却又是最高的，究其原因，颗粒打标需要专业的激光打标机，这种额外成本对于能省则省的假货而言是完全没有必要的。别听我说的那么复杂，反正你就叫卖家帮你侧面看看内存条是不是灰色垫片就行了。总之，这个海盗船复仇者嘛，我对它的评价是入手难度2颗星，整体性价比4颗星，风险指数5颗星，超频潜力3颗星。除了上述的海盗船复仇者外，加上另外比较推荐的就是英瑞达 DDR4 裸条了。英瑞达肯定都知道嘛，著名的美光亲儿子，是他旗下的消费级子品牌，所有的产品基本都是美光的原厂颗粒，也算是美光官方认证的代表内存条之一。这个之前一王老师也做过视频，火过很长一阵儿，因此在剪头方面肯定没有海盗船那么好剪。而它的优势在于裸条的贴纸通常只覆盖了一侧，另一侧的用料和编号可谓是清晰可见。你在某鱼上遇到合适的条子，放大后就能直接确认型号了。而型号推荐方面，这里加了主要推荐 C9BGZ， 超频能力会略好于海力士 CGR， 当然 BKV 和 BLM 肯定是更屌的。不过在旗下中低端裸条上真的是很少见，不好找的。要找它的好货，估计你得在闲鱼上蹲个3-4天才能买到一套，这很麻烦，所以才叫做残羹剩饭，并都被人挑过一遍了嘛。你要入手也只能入手那种卖家不太懂，把好颗粒当普通条卖的情况，毕竟这才叫捡漏嘛。懂的人知道，例如什么是 C9BGZ 之类的，那肯定是家家卖力的嘛。这里呢加了也是花120元左右捡漏了一对2666兆赫兹的 C9BGZ， 颗粒部分据我上机时看确实是 C9BGZ51， 系列编号也是比较常见的91175，这里的 E 代指1代， C9BGZ 也确实是属于这个系列的，在台风软件里却验证为 C9BHS， 我靠，台风你他妈能不能准点嘛？这不鸡巴扯犊子吗？而超频能力上，我们也是顶完频率后统一跑了10几分钟的 TM5 验证，最终是能轻松达到 1.475 伏4000C47时区的，效能方面也一切正常，比前我们买到的海盗船还要优秀不少。同时我继续往下压时区，最低是能来到4000C16，不过这会儿就要细调电压了，很麻烦。但好在它的假货相对而言比较少。至于辨别方法，这里家里也教给大家。首先我们先查看内存条的生产地和代码，比如我这个就是墨西哥384377，同时记住它的料号和型号。接着进入美光官方网站，输入原产地以及代码，就能直接查验到内存条的各种参数信息了，比如型号、料号等，和原标签上的内容一核对，
对，你大概就能知道真假了。当然，直接看颗粒也行。假货为了省事儿，在颗粒下方的二维码上通常都是一致的，真货每个二维码条边都不一样，这个很简单呢。这个内存条总体来看性价比是屌的，就是找它比较花费时间精力，捡漏比较不容易，时间多的可以去试试。另一个残羹剩饭则是科夫的裸条了。别问为什么都是裸蓝啊，因为定位低端，价格便宜啊。而这位兄台，这就是海力士的亲儿子了，基本所有产品都是海力士的原厂用料，毕竟他们都隶属于韩国的 SK 集团。它嘛，价格方面相较于前2位人员会更高一点，因为在闲鱼上好颗粒基本都被认出来了，比如什么 CJR、DJR 呀，卖家都懂，所以你捡漏比较难。同时在颗粒方面，它有不少两面都有贴纸的型号，你根本看不出颗粒是啥。同时因为适应信息较少，导致很多卖家拍出来的图根本认不清楚型号，所以这难度就很高了。加了也入手了一套海力士 CJR 的科夫裸条，至于为什么能认出它是 CJR 呢？还是看的颗粒 CJR 这里就明示了，很直接，但角标代码也很重要，这里的编号 DTBM 就能看出它是海力士的 CJR。至于为什么，这里加了也给它整个图 ，DTBM 就是属于海力士的 C 代，而 CJR 这个型号也就是海力士 C 代颗粒的代表。当然，你进台风软件检测里也能看出是否为 CJR 的，这个我们不必多说。而超频性能方面，实测能做到4048秒杀通关，效能也还不错。要我评价的话，性能略低于英瑞达的 C9BGZ， 又略高于海盗船的各种颗粒，因此我觉得这个调制不错，但就是不推荐大家去找，真的不好找啊。但它有优势，那就是假货比较好辨别。这里我直接放一个科夫官方的声明文件，看颗粒和印刷贴纸就能轻松搞定，相信这个不必我过多解释吧。总结来说，英瑞达的裸条入手难度3颗星，整体性价比4颗星，风险指数2颗星，超频潜力5颗星。而科夫的裸条入手难度5颗星，整体性价比2颗星，风险指数1颗星，超频潜力4颗星。视频就到这里啦，结束。